罗前辈，如何？你对我的话有什么异议吗？绮罗小姐，请不用客气，尽情反驳。哼，用不着你提醒，我自然要反驳。不过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你确实不全是在胡说八道。没错，我隐藏了一部分自己的事情，没有向在座的所有人坦白。自己的事情？原本我还不能确信这些事情和我们所处的2个世界炮有着直接的关联。虽然这么说听起来像是在辩解，我也正想着要怎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。毕竟从进入这座高塔以来，大家彼此都没有多少空闲，对吧？原来如此，没有时间，确实是非常便利和通用的解释。哎呀，请别介意，这孩子一直都是这么谨慎，也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。我是相信绮罗前辈的。绮罗前辈自从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炮以来，一直在努力帮助我们，也给了我们许多切实的建议。况且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，就算本人不想提及他们，也是非常正常的呀。你们……哼，还真是好骗呢。绮罗前辈，这种情况下难道不是应该3个人感动的抱在一起，赞美彼此间的友情和信任吗？你是不是看太多青春热血剧了，笨蛋？好歹也是独当一面的天命女武神，要学会多怀疑、多思考，可不能一直这么老好人。是，您批评的对。对不起，绮罗前辈。唉，真是的，你们也太信任我这个无凭无据的前辈了。等下次见面，我可要好好问问德丽莎，她是怎么把你们训练成这种样子的。前辈啊，标准的青春热血剧。真是一群有趣的孩子呢。喂，你们那边又是笑又是叫的，发生什么了？别把我们排除在外啊！有好玩的事儿赶紧分享一下。还是言归正传吧。接下来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信息，还有大约半年前的一些经历，全都告诉你们。不过，我可以假装回避，绮罗小姐。不过你我都知道，这并不妨碍我听到你将诉说的全部内容。算了，既然已经知道你多半不是我的目标，让你听听也无妨。一切都要从一个死掉的世界炮说起。你怎么看，绮罗？比我预想的大约糟糕10倍吧。也就是说，长老这次倒是没有危言耸听，对吧？他确实没有，不如说，他说的已经相当保守了。不过，既然这是我们必须处理的危机，走吧，尼古拉斯。有意思。看来我们可以久违的活动一下了。这些家伙和量子之海里常见的品种完全不同。放心，他们不是你的对手，况且你还有我的协助。你肉体的强度和韧性又有所提高了，不愧是我的搭档。喂，你能不要在我战斗的时候做身体检查吗？抱歉，不自觉就……毕竟我们现在不在一起的场合越来越多，让我不由有些怀念过去了。倒也是啊。支援完成。百步穿杨。
是绮罗和我。你好像也没出什么力吧？怎么样？这附近有其他生命反应吗？稍等片刻。黑糖的形态也就算了，但人形状态下你也用同样的动作去探测讯息，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别在意，别在意，好用就行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在我可以探知的范围内，不存在任何在常规意义上可以被称为生命的事物，但这些家伙除外。这些怪物，难道说……没错。虽然形体和结构略有区别，但毫无疑问，和他们出自同源。好耶，倒是跟金平堂长老担心的状况一模一样。金平堂长老一向很守时，今天怎么让我们等了那么久？谁知道呢？不过我听琥珀堂他们说，自从上一次长老使用了蛋卷观星仪之后，他就变得忧心忡忡，干什么都有些魂不守舍。单纯是他年纪太大，又开始杞人忧天了吧？背后说人坏话，可不是好习惯啊，水晶堂。长老，您终于来了。让你们久等了。所以，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事，让我们等了这么久？你的性格还是这么直来直去呢。不过也好，因为这件事本身也非常紧迫，没有时间给我们闲话家常。长老，究竟是什么事情这么急啊？黑糖，水晶堂，我需要你们前往一个特殊的世界炮，去打探一些令人担忧的讯息。是糖果屋需要新的锚定位置了吗？不，那个世界炮和我们一族并无关系，而且它已经处于被毁灭的状态不少年了。不过，这是一趟危险的旅程，我必须把这个任务交给一族中最具有战斗力的人，而眼下尚在糖果屋待命的战斗特化型休格斯，就只有你们了。去一趟是没什么问题了，不过那个世界都已经毁灭了不少年，这件事真的很紧急吗？很紧急，因为我们发现它，或许发现的太晚了。是你们侦查的结果，这件事甚至会影响到休格斯一族的生死存亡。等等，这么夸张？我绝不是在吓唬你们。毁掉那个世界炮的存在，很可能与我们的宿敌有关。那群可憎而又可怖的天上之人。天上之人曾经摧毁了休格斯一族原始家园的存在。是啊，那群不请自来、不把星球的能源彻底榨干就不罢休的活天灾。金平堂长老叫他们宇宙海盗，我倒是觉得叫他们宇宙蝗虫更合适。明明单独的个体没什么能耐，复制的能力却异常恐怖，而且路过之处寸草不生。我记得休格斯之所以倾尽所有建造出糖果屋，就是为了躲避他们不胜其烦的骚扰。可不是嘛，正所谓发现一只的时候，地里就肯定藏了一窝。不过严格说来，建造糖果屋
那应该是金平堂长老出生之前的事。嗯，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侏罗纪那时候吧。可这么说，休格斯一族为什么还那么惧怕天上之人？说到底，这已经是那么久远的一件事了。如果天上之人的能力足够支撑他们的野心，他们恐怕早就来到地球并疯狂复制自己了。但这件事既然没有发生，休格斯一族住在糖果屋里就应当非常安全，不需要再提心吊胆呢。可我们这不就在量子之海里也发现了和他们相似的东西，而且从另一个原因来说，怎么了？那个方向上似乎有电子仪器发出的微弱信号，与这些怪物的特征完全不同。是这里的文明留下的痕迹吗？不知道，走，我们去看看好了。你刚刚说休格斯之所以惧怕天上之人，还有其他原因？天上之人的身体是一种机械，因此就像我们休格斯原本拥有动物形态一样，他们也应该有一个所谓机械飞升的过程。可是，如果他们在很多年前就拥有如此高超的技术，又何必拘泥于如此原始的方式获得能源进行复制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长老曾说，天上之人可能是被设计出来的，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文明和技术完全错位的奇怪现象。可是你想，什么样的存在能够制造出一群星际捕食者？这正是长老感到畏惧的原因之一。啦啦啦！哎，又出现了，这些家伙很会利用环境啊。抱歉，绮罗，看来我也只有靠近了才能发现他们，没办法提前为你预警。别在意，相对的，不如下次你陪我练习新曲吧。你刚刚说了啥？风沙太大了，没听见。目标所在，百步穿行，啦啦啦！我们到了，信号的源头就在这扇大门之后。人造的建筑，保留得很完整，我们进去瞧瞧吧。哪里都没有开关什么的，不会只有从里面才能打开吧？小心脚下！欢迎！吓我一跳！这是全息投影。欢迎两位游客小姐来到我们最后的家园——奇迹乐园阿特拉斯。虽然这样的家园还有100来个，一点末日笑话。我是你们的向导，阿特拉斯的管理员、电气工程师、综合学科教师、厨师长、理发师、医生和心理辅导师，还有积极乐观的好邻居查特。没错，只要是乐园里存在的职业，都由我通通包办，甚至连我的工资都是由我自己开的，我绝对没有徇私舞弊哦。这人录像的时候肯定喝了个酩酊大醉吧？记录者的个性暂且不谈，通过这段影像，我们或许能知道这个世界炮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。那就要看它究竟有多长了。事不宜迟，就请让我带领两位开始本次的乐园之旅吧。
请跟我来。